亲生父母来找我时，我刚好谈完个大单，给自己放假去山里体验生活。他们看到我一身洗白的工装，手拿锄头，一脚泥泞，一下子就红了眼眶。在看到我的茅草屋时，更是一个哭得说不出话，一个背过头去落泪。我耐心解释，这茅草屋看着简陋，实际上冬暖夏凉，刮风下雨都……孩子，别说了，跟爸妈回去，我们会好好对你的。我没说完，顾夫人，我妈上前抱紧我，满满的心疼。不是，孩子，跟我们回家吧，以后你有我们，我们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没能解释，顾先生，我那便宜老爸上前揽住我们，坚定地说。我默了瞬，还是开口：这茅屋不破，值千金。他们抹了抹眼泪，脸色复杂地看我，害怕伤害到我般附和。家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我解释不清了。这茅草屋没通电前看着是破，但等发电机一到，通上电就是高科技的集合体。当初建这茅草屋花了我上百万，可他们不信，他们认定了我的茅草屋住人太勉强，当下就想把我带回顾家。他们说哥哥姐姐还有妹妹都在等我回家。我微微挑眉，你们确定他们欢迎我？对他们来说，我就算和他们有血缘关系，到底还是没见过面的陌生人。家里那位与你们有20年的感情，你们确定回去能不偏心？他们被我的话问得愣住了，面露尴尬之色。不过也就片刻，我妈像是下定了决心，温柔又笃定地说：会偏心，偏向你，他们谁不接纳你，我就让谁滚出顾家。闻言，我爸眼神锋利，语气却轻飘飘的：他们敢欺负你，我就把他们扔去非洲锻炼。他们这亲情是有，但好像不多的样子，拗不过他们。我还是跟他们回了顾家。刚进门就看见了顾家三兄妹，他们3人站了一排，各有气质，神色各异。顾家老二顾海怀眼中明显的排斥，顾和和脸上一抹而过狠厉。顾家大姐顾静苑看不出情绪，养女顾和和率先上来给了我一个拥抱。姐姐，我已经收拾好东西了，今晚你住我那间，我出去住。她笑得端庄大方，神色微有落寞地说。我微微勾起了唇角，如果不是看到她眼中一闪而过的金光，我都要被她这出色演技给蒙过去了。有趣，和和，家里那么多房间，让林姨再收拾一间出来就好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就算她回来了，你也不用搬出去。顾海怀皱眉，急了，瞪了我一眼说：我怕姐姐看到我心里不舒服，我还是出去住吧。她柔柔一笑，十分善解人意地说：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出去住不安全，爸妈也不会同意的。说着，顾海怀看向爸妈，绿茶味十足的开口：爸妈，你们说呢？新来的妹妹应该也可以理解吧？说到我这新来的妹妹时，她冷不丁地扫过我，我淡淡地冲她笑了笑，她厌恶地偏过头：雨卓，你来决定。妈没回答她，反而转过脸严肃地问我，爸的目光也随过来，鼓励似的朝我点头。我笑了笑，看向顾和和，既然妹妹那么懂事，那就按妹妹说的，出去住吧。话落，顾和和脸色僵了一分，顾海怀铁青着脸，恨恨地看我，张口就要说话，却被顾和和拦住了。他朝爸妈扯出了故作坚强的笑：爸妈，就听姐姐的吧，我可以的。呵呵。好一朵有演技加持的高段位白莲，和他那放低姿态、通情达理的样子一比，我这张扬还隐隐带着嘲讽笑意的样子，简直就是恶女。就是不知道爸妈怎么说。爸妈沉着脸，看得出心里有一点犹豫。和和，出去住的时候小心点，让大姐送你过去。妈握着她的手，柔声说：妈，不用了，我让我朋友过来接我。妹妹刚回来，你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呢。顾和和的体贴懂事让爸妈红了眼眶，默默地点了头。但顾海怀不干了，瞪大了眼，怒不可遏：爸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和和也算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不送，我送。说着，顾海怀拉着顾和和就要走，顾和和半推半就，十分为难的样子。
看向我的眼里却多了赤裸裸的得意。然后，在顾海怀还没跨出家门的时候，爸妈的声音同时响起：“你要跨出去一步以后就不要回来了。”妈说：“你要赶出去，明天就去非洲的分部报道。”爸说。门外的两人脚下一顿，顾海怀转身不敢置信地看着爸妈，顾和和的脸色则白了几分。和和，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报平安，晚点在一起吃饭。妈神色不变，依旧温和，那意思很明显了，让他自己离开。顾和和身形一晃，扯出个苦笑，点头应了，还不忘分出个阴狠的眼神瞪我。我勾唇笑了。虽然我不屑于和他争顾家千金这个位置，但他太不真诚了，跟我玩白莲花这套，那我不得陪他玩玩。顾和和离开后，爸妈热情地带我熟悉家里事无巨细，各种智能机器都一一的给我说怎么用。我无奈地说我会，爸妈一副维护我自尊心的笑着说：“我们就是想和你多说说话。”结果爸妈刚说完，顾海怀吃了一声乡巴佬。一瞬间，难得和谐的气氛僵住了。我默默地低下了头，装作受委屈的样子。然后，爸一脚把顾海怀踹了出去。我愉悦地偷偷朝他比了个中指。他在门外看的脸都气扭曲了，骂骂咧咧地走开。身旁一直没说话的顾静婉忽地轻笑出声，他金贵优雅地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声音清冷地说：“欢迎回家。”我愣了半秒，微微笑了。这大姐好像可以处。第2章，当晚为了给我接风，爸妈让顾静婉订的鹏悦楼。鹏悦楼是怀城最近新开的顶级餐厅，出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名流富商，在里面吃的不是饭，是逼格，是身份。看着富丽堂皇、金光闪闪的大门，我默默叹气，好俗，这门果然还是要改。收好你的眼神，别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一样，丢了顾家的脸。顾海怀忽嫌弃的在我旁边说，完了还厌恶的补一句，一身俗气。就算顾海怀，顾静婉视线扫过来，冷冷地说：“不想吃饭就滚回去。”顾海怀一下子就萎了，憋着骨气闭上了嘴。我顿时悟了，大姐可以血脉压制，挪着脚站到顾静婉身边。我扬起乖巧的笑。谢谢姐姐。姐姐淡淡的瞥了我一眼，点头。姐姐好酷，我好爱。顾和和见状，也上前扯住顾静婉的衣角，撒娇似的说：“姐，二哥就是心直口快，没有恶意，你别怪他。”姐姐微微眯起眼，目光尖锐的直视他，反问：“没有恶意？”他被问得低下头，咬着唇不敢再说话。老爸适时的出来打圆场：“好了，小婉你也给宇卓办一张这里的卡，让他以后可以带朋友过来。”爸，不用了，我不需要。我忙开口拒绝。对呀，爸，他一个乡下来的，拿这卡也不知道怎么用呀。也不需要。顾海怀悠悠地在旁边说。顾夫人瞪了他一眼，他依旧不依不饶，双手插兜笑问：“难道不是？”那笑里尽是恶劣的戏弄。他就是想看我尴尬，看我出丑。二哥，别这么说，我可以教姐姐。顾和和在他身后讥讽地扬起唇，却语气温柔地说。我笑了笑，还没说话，远处传来惊疑的声音：“林小姐。”一身西装的男人带着几名服务员快步上前，恭敬地说：“您来了，这边请。”我点点头，朝一副吃了苍蝇的顾海怀和脸色复杂的顾和和扬了扬眉：“我不需要卡，刷脸就可以了。”跟着经理到包厢落座后，看着爸妈欲言又止的神情，我主动开口：“我和这家店的老板是朋友，之前有过合作，所以这里的人都认识我。”我抿了一口茶说。爸妈点点头，似乎松了一口气，但神色仍旧有些担忧。顾海怀嗤笑出声：“玉芝兰最会的就是吃喝玩乐，交的朋友都是不入流的。你和他是朋友，还有过合作，你一个乡下来的，能和他合作什么？”他眯着眼，眼神尖锐的逼问。他这意思很明显，骂人不带脏字，说我是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拜金女，不然一个乡下人怎么可能和有钱的玉芝兰有交集？我笑着把玩手里的杯子，合作什么？我还真是不能告诉他，
毕竟那关乎几亿的生意，但让他吃瘪还是可以的。我笑了笑，抬眼直视他。二哥，据我所知，大姐和玉芝兰也是朋友。大姐也是不入流的人。被提到名字的大姐若有所思地望向我，顾海怀则愣了一瞬，气势瞬间弱了，快速地瞥了大姐一眼，急了眼地张口：“你能和大姐比吗？你，顾海怀。”他还没说完，顾静婉忽地轻飘飘喊了一声，他顿时就闭了嘴：“林雨卓是你妹妹，我以后再听到你说她一句不是，就撤回对你公司的投资。”大姐平淡地说：“姐，你为什么偏向她？”顾海怀一脸不满地摔筷子，顾静婉一个眼神过去，她立即又怂了，乖乖把筷子摆好，因为她是我们的妹妹。顾静婉优雅地喝了口汤，淡淡地说：“还有，我应该教过你，少在背后议论别人，别得罪人都不知道。”顾静婉凉飕飕地警告他，他讪讪地低下头，很是不爽。我则饶有兴趣地朝顾静婉看去，姐姐不愧年纪轻轻就成为顾氏总裁，说话做事谨慎，还有敏锐的洞察力。估计她已经知道玉芝兰是披着羊皮的狼，所以才这么告诫顾海怀。姐姐，二哥也是怕妹妹被骗，一直没说话的顾和和忽地出声打圆场。我笑看着，看到了他眼底的嫉恨，但他伪装得很好，面上依旧和善，避开刚刚的话题问我：“姐姐现在在哪工作？做的什么？”他倒是会找点让我尴尬的话题。我是从乡下山上来的，能有什么工作？毕竟我一直都没朝九晚五地上过班，所以算是没工作吧。我笑了笑，老实说，没工作，一直都没上过班。说完，顾和和似懊恼的啊了一声，垂眸愧疚地说：“姐姐对不起，我忘了你之前的事。”看他演得那么自然，我微微笑了。他真是个优秀的演员，如果投资他，估计不会亏钱，不工作也没事，爸妈养得起你。我正考虑这个可能性时，老妈忽霸气地说，说着就给我塞卡：“来，拿着花，不够找你大姐要。”我哭笑不得地拒绝：“妈，我有钱，而且还是够花到下辈子的那种。”爸妈很显然又不信了。我求助地看向大姐，大姐慢悠悠地掏出一张至尊黑卡，移到我面前：“用这张。”我不是不想拿，而是我也有一张，还是黑金的。我委婉地拒绝了大姐的卡，却听到顾海怀小声地哼了声，装模作样。顾和和目露轻蔑，轻笑：“姐姐拿着吧，你没工作，没什么钱，这里什么都要钱，花销很大的。”对两人一明一暗的暗讽。我没理会，向服务员的招手：“爸妈，这顿饭我请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生恩。”爸妈瞬间红了眼眶，都背过脸去抹眼泪，拦着我让大姐结账。大姐目光幽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动，说：“让她来吧。”还是大姐懂我，只有两个傻子在阴阳怪气。顾海怀笑得轻挑眉，好整以暇地说：“爸妈，妹妹有那个心意，就让她来呗。姐姐，我们虽然点的不是很多，但也要好几万。”你，顾和和故作担忧，没把剩下的话说完。我笑而不语，从兜里掏出卡包，挑了张连了手机的卡递过去，刷卡结账。小姑娘愣在原地，有些手足无措地说：“林小姐，您是贵客，到店消费都是不收费的。”话落，原本挂着笑要看好戏的顾海怀和顾和和都僵住了脸。我微微笑了：“没事，刷吧，我会跟你们总经理解释的，不刷卡怎么摆脱我穷的形象。”小姑娘也很有眼力见，没多说：“好，林小姐，本次消费共23423元。”随着一声刷卡的低声后，机械的女音响起：“银行卡支出23423元，剩余6500万元。”手机的声音有点大，尾音在房间有些回响。顾和和和顾海难堪的脸色涨红，爸妈惊诧地张了张嘴，只有大姐一脸平静。我浅笑，对着爸妈和大姐说：“爸妈，姐，这钱还够我用一段时间，就算用完了，我也还有其他几张卡，不用担心我。”说着，
我抿嘴朝顾和和顾海怀一笑，倒是二哥和姐姐，要是需要投资，也可以找我。我其他的没有，就是钱多。两人脸长成猪肝色，顾海怀恼羞成怒地瞪了我一眼，顾和和咬唇不甘地低着头没说话。我通体舒畅地笑了。顾家在怀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，我的那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我一个乡下来的有那么多钱，就让人感到惊讶了，还很有问题。爸妈忐忑地拐着弯问我：“雨卓，林家不是在你16岁的时候就破产了吗？听说这些年你过得很辛苦，你怎么在乡下攒到这么多钱的？”是的，林家曾经是暴发户，生活富裕，但林爸不仅想有钱，还想有地位，所以开公司拼命往上流社会挤，实现阶级跨越。可他失败了，败得一塌糊涂，最后家破人亡，留下了一屁股债和2个孩子。我捡过垃圾，卖过光碟，给别人洗过碗，跑过销售，现在能有钱，不过是一次次血与汗的资本累积和豪赌。所幸我有投资天赋，赌赢了。我沉默着，考虑如何简单说明，既不让爸妈感到心疼，又能说得通。顾海怀却像是落败的公鸡，找到了反击的机会，轻瞥了我一眼，呛声说：“他和那个玉芝兰不是朋友吗？想想也知道他的钱哪来的，估计肮脏的不行。”这话以前常有人说，但现在没人敢这么说了。他是独一个，还说得这么直接。我勾唇笑了，没等我反击，大姐清冷的声音在旁边响起，对着电话那边说：“唐秘书，撤回对怀体供公司的投资。”顾海怀立即急了眼，嚷起来：“姐，不能撤资，撤资了我公司就没有流动资金了。”大姐面无波澜地瞅了他一眼，继续说：“今晚开始准备合同。”说完便挂了电话，望着垂头丧气的顾海怀说：“我说过了，雨卓是你妹妹，等你什么时候学会尊重她了，再来找我谈投资的事。”倒是没想到大姐会这么偏向我，我微微酸了鼻，却听到顾和和在一边软声为顾海怀求情：“爸妈，二哥他只是不习惯姐姐突然出现，不是有意的，他知错了，就不要让大姐撤资了。”爸板着张脸，哼气：“撤得好。”妈淡淡地说：“和和，你和二哥关系最好，他护着你我们理解，现在还接受不了雨卓，我们也理解，但不要太过分了。雨卓回来，你们不接受也要接受。过几天我会办个晚宴，向大家宣布雨卓是我女儿的事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们明争暗斗。”说着，妈轻轻地看向顾和和。顾和和面色僵滞，低眉颔首的应了，却在背后怨恨地瞪我。我轻轻地笑了，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我妈却又转过脸，刚才的气势全无，忧虑地问：“雨卓，那钱知道他是在担心我？”我无奈地笑着撒了谎：“林家当初虽然破产了，但还是留有些东西。你去找我的那座山，还有附近几座都是林家的，放心吧。”我没吃苦，爸妈听我这么说，挂在脸上的凝重都消散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妈轻松地笑着说。但顾和和在听到几座山都是林家时，眼睛都亮了。我也被他蠢笑了，就是个为了安抚爸妈说的谎，他竟然信了，甚至之后还做出了想夺回林家家产的事，真是天真无邪呀。第3章，爸妈是不愿看到我和顾和和有隔阂的。他们希望2个女儿都和平相处，我是无所谓的。虽然我和顾和和当初被报错了，我也不怨，毕竟林家父母以前待我也极好。我失去过父母1次，却又有机会拥有第2次。这次我只想要他们高兴，所以他们让我和顾和和一起去参加李家千金举办的名媛沙龙时，我没拒绝。等会儿进去了，注意你的眼神和行为，别像个没教养、没见过世面的，丢了爸妈的脸。他们都是豪门世家的千金，我们聊的东西你也不懂，到时当个哑巴跟在我后面就行。他们说什么，你只要照做就行。外滩的别墅门前，顾和和扬起下巴，趾高气扬地叮嘱我，他倒是不装了，这会倒是有了被娇生惯养的嚣张跋扈，高人一等样。妹妹放心，
姐姐有钱，可以用钱砸他们。我朝他眨了眨眼，笑说。他鄙夷地冷笑了声：“你那些钱，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几个月的零花钱，你顶多就是乡下土豪，竟然敢说用钱砸豪门世家的千金。”看他那轻蔑不屑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，不想和他再争辩了。毕竟他现在只当我是乡下土豪。所谓的沙龙，不过就是一群名媛在一起互相炫耀攀比，在家互换八卦。我和顾和和刚进门，周围蓦地安静，目光刷刷地投过来。我不动声色地望去，入眼的都是美女，很是赏心悦目。就是说话不怎么好听。李家千金。李圆圆用法语和顾和和打招呼，问他：“这就是乡下来的顾家真千金？没气质，估计文化也高不到哪去，乡下也只能养出这样的人，一身酸臭气的人来了。和和，顾家没为难你吧？”冯家二小姐冯木芷同样用法语问。顾和和摇头，用法文讥讽道：“他仗着有2个钱，还想说用钱砸你们，蠢死了！哈哈哈！你们看他那个傻样，他听不懂法语，也不知道我们在骂他，还在笑，像二逼一样。”说着，他们哈哈哈大笑起来，用法语嘲弄地朝我喊：“乡巴佬，乡下土豪，土老帽！”我笑而不语，坐在一边若无其事地吃甜点。当初为了谈生意，我自学了法语，还考了 Caddy。我边听着他们用法语兴致高昂地商量怎么捉弄我，边拿出了手机。说要把我扔下水的是李圆圆。我给他爸李总发了条短信：“李总，您家千金说要把我扔下水，我认为您的项目还需要再完善完善，融资的事再谈。”然后说以假乱真，让我把狗屎当巧克力吃的是冯木芷，找到通讯录的冯总裁。我一条短信过去：“冯总，您家千金想让我吃屎，我们的合同还是不要签了。我看您也不缺我那点钱。”刚发完短信，他们亲昵地挽着我，说带我去玩。我假装胆怯地跟在他们身后，然后被带到了泳池边，一旁还有备好的巧克力。雨卓，我项链掉下泳池了，你下去帮我找找。李家千金站在我身后怪笑说。我嗤笑了声：“好呀。”然后转身干净利落地把李圆圆轻推下水。不过你的项链还是自己捡比较好。扑通一声，溅起了一大水花。许是一切发生得太突然，其他人一下子愣在原地，只有李圆圆在水里边扑腾边破口大骂：“林雨卓，你个贱人，我要弄死你！你们把他给我推下来！”几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最愤怒的是顾和和和冯木芷，两人气得都哆嗦了。“林雨卓，你疯了！”顾和和暴跳如雷：“林雨卓，给你脸了，竟然敢推圆圆下水！”冯木芷怒气冲顶，脸色扭曲地朝我来，那架势恨不得把我手撕了。我好久没动手，倒是想活动筋骨，但是没等冯木芷走来，有人拽住了他，面色难看地示意他接电话。他边怒瞪我边接的电话，表情逐渐由嚣张变成心虚。京剧再看也在拿着手机的李圆圆，一脸的惊慌，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小心翼翼。我微微笑了。两位老总的速度倒是快，也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怎么说的。两人没了刚才的气焰，连怒火都没了地走到我面前，低眉顺眼，言辞诚恳地向我道歉。在场的名媛都不惊讶，估计也是被通知到位了，沉默不语。只有顾和和诧异地看着我，十分不理解：“雨卓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都是开玩笑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”冯木芷垂头，扯出个难看的笑，言有不甘地说：“是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为我刚才说的话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”李圆圆颔首慌乱地说：“不要放在心上，对不起。”看着两人迫于压力而低下的头，我笑了：“好呀，那我们一起玩玩吧。冯小姐想玩以假乱真游戏，那就请你先把那边的巧克力吃完吧。李小姐想玩扔人游戏，那也请你先试试吧。”两人顿时惶恐地抬眼，惨白了脸。两位不敢玩，还是不想给我这个面子。我懒懒地笑起，两人脸色一僵。李圆圆率先动作，
死沉着脸让其他人把他扔下泳池，又是一声扑通一声响。我扬起唇角，拿起手机给李总打去了电话。李总，项目很好，不需要完善了。话落，李圆圆抱着胳膊，淌着水的小跑到我面前，扬起单纯的脸，激动地说：“林大总，太棒了！这下我的卡不用停了。”林大总是什么鬼？这李圆圆果然看着就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压力给到了冯木指这边，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他抓起有狗屎的巧克力，愤恨地边吃边落泪。呵，鳄鱼的眼泪。这场闹剧以冯木指吃到土中。回去的车上，顾和和沉着脸不甘地问我：“你怎么做的？”我笑着朝他眨眼：“当然是因为姐姐有钱，用钱砸的。你得意什么？那些钱都是林家的。”他不屑地说，眸中浮动着算计的光。我笑笑不说话。林家的那几座山，倒还真是写在我弟林耀宇名下，倒也算是我送林家的。但要说我赚的钱都是林家的，我可没那么大方。我的沉默大概给顾和和一种默认的错觉，他竟然已经迫不及待地谋划，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家产了。宴会前一晚，沙龙聚会后的第二天，顾家还没有对外公布我是顾家千金的事，网上已经传开了，甚至占了差不多全部的热搜榜。井号顾家真假千金，井号顾家千金回归后仍霸占着林家数亿家产，井号假千金被真千金赶出家门，井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些更离谱的，比如我被包养，我曾经在养父母的葬礼上把亲戚赶出去。我为钱下海，刷了一下里面的内容，我笑了。顾和和也太没想象力了，竟然认为我只有数亿，太瞧不起人了。而那些所谓的黑料，说我下海被包养，他倒是想象力丰富。姐，你还笑？你还把我当你弟吗？被欺负了还不告诉我？林耀宇在电话的一头大洋的一边，气恼地喝出声。说着，他又闷声自言自语：“对，我也不是你弟。行了，你永远是我弟。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你要考试了。”我无奈地安抚他，又说许多好话，才捋顺了他的毛。姐，顾和和打过电话给我，让我出面说你贪了林家的财产。插科打诨半晌后，林耀宇突然严肃地说：“哦，那就回来吧，陪我唱一出好戏，给你赚上学钱。”我扬唇说。林耀宇笑了声：“好，不过姐，这事姐夫估计也知道了，他很生气，已经买票回去了。”这点小事也不知道他生什么气。我和玉芝兰16岁认识，当时被讨债的追到学校殴打要钱，碰巧被玉芝兰看见。我当时为脱身，直接说玉芝兰说是我男朋友，他有钱。本来我已经计划好在那些人和玉芝兰纠缠的时候溜走，结果玉芝兰直接就掏出了一张卡扔给那些人，然后我男朋友这身份一直被他用到现在。网上的事是顾和和和冯木指做的。明天宴会，顾和和买通的林家人会过去闹，你不用管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等我回去。玉芝兰说完正事后，沉下声，带着些眷恋的声音说：“我这才微微回过神应了。既然他已经安排好了，那我还是躺平吧。毕竟没有玉芝兰搞不定的事，就是不知道大姐会怎么做。顾和和大概是傻的。顾家最近风头正盛，多少人都想从顾家嘴边抢蛋糕吃。大姐严防死守，却被自家人捅了个口子出去。如果不早点想应对策略，这次最受影响的只会是顾家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热搜给大姐发了出去。结果才刚发出，大姐就敲了我的门。她在门外朝我扬起了手机，笑得抱歉地说：“谢谢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还有对不起。”我没想到和和会做出这样的事，我微微诧异。没想到他这么快也查到了这件事，还希望你先不要告诉爸妈。明天宴会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大姐摸了摸我的头，嘴角泛起一丝冷意地说。我乖巧的点头。临走前，她抱了我，声音有些颤抖地说：“这几年你辛苦，走过来很累吧？以后有爸妈和姐姐护着你。你也可以偶尔撒撒娇，
许是半夜容易动感情，多年的委屈被亲人理解又被呵护，我好似也脆弱了点，心似乎也近了点。姐姐又酷又温柔，谁不爱呢？第4章，一宴会当天，爸妈一直忙着宴会的事宜，再加上大姐的嘱咐，他们一直不知道网上的事。倒是顾海怀笑着龇牙咧嘴的，看到我总是一脸幸灾乐祸，也不知道等会儿打他脸的时候，他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而顾和和却显得若无其事，甚至还跟我扮演了姐妹情深，但眼底掩饰不住的得意。我自然也不揭穿，配合他演戏。距离宴会开始还有半小时，已经有人陆续进来。今天大怀城半个商业圈的人都来了。网上的传言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顾家的股票下跌，趁机想分顾家一杯羹背地搞小动作的人满脸得意，没参与的人则是等着看热闹。我站在2楼，倚着围栏，听着下面的人在议论，顾家还是名门贵族呢，真女儿接回来了，竟然还霸占着林家的家产，真是欺负林家没有人了。所以说什么名门贵族，在钱面前都不是什么好玩意，这不都只是网上的谣言吗？林宇卓年纪轻轻有那么多钱不合理吗？冯木指茶里茶气的懵懂发问，李圆圆不解的答：这有什么不合理？就是会赚钱，有天赋又努力呗。我爸当初也是这年纪发家的。李圆圆一句话就这么把周围的人噎住了。在面对周围人各种难看的脸色和不悦的神情时，李圆圆无辜地眨了眨眼。我在上面看着乐了，掏出小本本，说顾家坏话煽动其他人的分别是王总和李总，想趁火打劫搞顾家的有赵总、钱总、孙总、赵钱孙李，再默写百家姓。大姐突然从后边探出脑袋来，我默了默，摇头，再写天梁王破名单。大姐小糊涂地泛起嘴角，宴会开始了，走吧，去陪他们唱一下戏。一宴会开始，爸妈牵着我，顾家3兄妹在身后一起下楼，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，迎着惊疑、诧异、幸灾乐祸、得意，各种复杂的目光。爸霸气侧漏，妈温柔中带着坚韧领着我上台。台上，我爸在开场白，台下已经在窃窃私语，还有的在摩拳擦掌。果不其然，爸刚宣布完我是顾家的真千金，台下一道嘲讽的声响起：顾家真千金却姓林，怎么回顾家了还想占着林家的金炕？你们顾家还真是打得好算盘。最先嚷嚷的是百家姓排行榜第1的赵总，然后其他人也跟着。听说这林宇卓以前当3，还被包养，前几年投资都是用的林家的钱，赚钱后连林家的亲戚都不认了。所以顾家为什么要接回这样的人？原来是贪林家的钱。网上说林志豪，也就他爸死那天，他不让林家人去看，还在灵堂上闹，真是冷血呀！这些话我们在台上一字不落地都听见了。爸怒意已上眉梢，妈看着台下，看不出表情。顾海怀在众人说到顾家的时候，才意识到不妙，绷着张脸。在大姐身边的顾和和紧缩着眉头，面上隐隐透着委屈，好不可怜。我冷冷地勾唇笑了。在他们说得越来越起劲时，大姐款款地走到前面，目光扫过带节奏的几人，笑着说：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家的事。网上传言我妹妹林宇卓的钱是林家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怎么没有？林家的那几座山写的还是林家弟弟的名字呢。赵第一站出来，一字一顿的挑衅地说。结果他话刚落，一男子一身西装，霸气凛冽地走进来，是写我的名字没错，但那是我姐送我的，你们有意见？看清来人。我笑了，他还真是会卡点。赵第一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，看到林耀宇拿出赠与书后，脸更臭了。顾和和在台上锁的眉更紧了，刚才装出的委屈不见了，一双杏眼不敢置信地瞪得又大又圆。我扬唇在他耳边低语：怎么，和你安排的出入太大？闻言，他错愕地张大了嘴看我，我朝他笑了笑，帮你别过落下的发丝。
好戏还在后面呢，好好看。他恶狠狠地瞪我，抖着唇说不出话。因为林耀宇的出现，场面安静了一小会。孙第三却继续带节奏：“那些钱不是林家的，那是哪来的？说不定是卖身钱。”上个说这话的被我大姐撤资了。这次大姐黑沉着脸还没说话，她猝不及防的就挨了一拳。林耀宇冲过去打的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姐赚的钱比你赚的干净。林耀宇甩了甩拳头，凶狠地说。被打踉跄后退几步，歪过头的孙第三刚站稳，就开始反扑，却被门外的一声冷笑定住了。孙总，我小舅子不劳外人教育了。玉芝兰慵懒地笑着，目光冰冷地掠过全场，压迫感随之而来。在场的人虽然都面露疑惑，但个个都只敢用眼神交流，安静又礼貌地看戏。孙第三站在原地，既不敢得罪玉芝兰，又抹不开面子，只能擦了擦嘴角，阴鸷地瞥过林耀宇，假装宽宏大量地说：“玉总是该好好教育了，随便动手打人的习惯可不好。”玉芝兰半合下带着笑意的眼，笑不达眼底。是，以后污蔑诽谤这种事，还是交给警察最好。孙第三瞬间脸色难看，敢怒不敢言地扭头就走，结果才刚转身接了个电话，便脸色煞白，猛地抬眼看向大姐。其他的赵第一、钱第二也陆续地接到了电话，都惊慌地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狼狈地慌忙抬脚离开。大姐优雅地笑着对他们说：“今天是我妹妹正式回顾家的日子，有些人特地送上厚礼，我在这里谢谢他们了。”几人脚下踉跄了一下，走得更快了。后来听大姐说，那厚礼是几人妄想在顾家遭受舆论危机时，一口吞并顾家公司而下的血本，却没想到被大姐摆了一道。所谓舆论使顾家遭受的巨大经济危机，只是假象。而他们所下的血本，都成了躺在顾家资金池里白白给顾家赚利息的资金。一看到可以闹事的几人走了，顾和和焦虑地望向窗外，他还真是不死心，还想着林家那些亲戚会过来给我难堪呢。我笑了笑，偏过头在他耳边说：“他们不会来的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呆滞地看着我。你都知道，不仅我知道，大姐也知道。我注视着他的眼，一字字地说，他眼底藏不住的惊慌和害怕，抓着我低声祈求：“姐姐，我错了，帮我和大姐求求情，求求你。”我扶开他的手，顾和和，自己做的事就该自己承担后果。顾和和一下像是被抽了力气，软下身子，被一边的顾海怀扶住。顾海怀不悦地瞪了我一眼：“低鹤，你又做什么妖？”我嗤笑了声，没理他。跟蠢货生气只会影响心情。闹事的人走后，老爸满意地拍了拍大姐的肩膀，宣布宴会照常举行。玉芝兰厚脸皮地跟着我喊爸妈，爸妈也满意地点点头，连连说好。我一脸懵，这就点头了？玉芝兰这老狐狸，大概来的时候就搞清楚了我爸妈喜欢什么，跟他们聊得很起劲。我只能靠边站，看林耀宇和顾海怀两人大眼瞪小眼，相互看不顺眼的小学生互啄。而顾和和被大姐叫到了一边，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。顾和和一脸哭丧相，我以为大姐只会停了他卡，关了他公司什么的，没想到大姐把这件事告诉了爸妈。宴会结束，我把玉芝兰和林耀宇送回去后，刚进家门就感受到气氛有些凝重。顾和和像是哭过，眼眶泛红；顾海怀像蔫了的公鸡，没生气。我疑惑地看向大姐，大姐微微向我点头说：“爸妈已经知道网上的事了。”妈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内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雨卓，是爸妈没保护好你。”说着，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这些年你受了这么多苦，要是妈妈能早点带你回来就好了。爸也歉然地看着我，眼眶微湿。我怔了片刻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应该是看到了网友扒出的我的过往。继林母去世后，林父欠下一屁股债也去世了。林家亲戚怕我不还钱，在林父葬礼上闹，想要我卖了几十平米的房子。
我和弟弟唯一容身之所还钱，所以我在葬礼上把亲戚赶出去了。为了还钱和养活弟弟，我边上学边打几份工，还要被催债人围堵。后来又为了谈生意赚钱，把身体搞垮住院，还差点被对头搞得差点没命，桩桩件件都被网友扒得一干二净。那网友是我弟和玉芝兰，有了他们带证据的8人，网上出现了2极反转，舆论站在我这边，送给林耀宇的那几座山的名声也借此打了出去。我没什么损失，还省了笔招商费，爸妈都过去了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我帮妈擦掉眼泪说，宇卓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承诺过你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爸突然变得严肃地说，这次是和和做的不对，和你姐姐道歉。顾和估计在我回来之前就被教育了，这次乖乖地站起来和我道歉。我不想让爸妈难做，颔首敷衍地应了，却没想到爸开口说，和，非洲分部那边正好缺人，你和你二哥过去那边锻炼锻炼吧，明天就走吧。妈垂下眼说，我怔了一下，当初以为他们只是随口一说，不止我愣住了，顾和和顾海怀也愣住了。顾和脸色难看，突然扯开嘴角冷笑了声，情绪激动地高声质问，为什么？爸妈你们真偏心，就因为我不是你们亲生女儿，为了给她腾位置，你们就让我去非洲。说着，他突然指向我，怨恨地怒吼，你就不该出现在这里。为什么当初你不跟你林家父母死了呢？他发泄完，霸气地哆嗦地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啪！顾和，你自己做错什么你不知道吗？爸不敢置信的失望摇头低喝。顾和被扇得歪过头，依旧嘴硬，扯着嗓子喊，我没错，你们凭什么就说是我做的？分明是他自导自演，就为博取你们同情。我什么都没做，都到最后了，他还想着狡辩。我走上前，把玉芝兰给我的文件证据和录音笔一把甩他身上，这些你看看，还有这个你也听听。他忽的脸色惨白，紧紧捏着文件袋，就是不打开。不过他买通林家人来闹的录音一直在放，录音的最后，他阴狠地说，打闹过程中磕磕碰碰的，死了伤了都可以翻倍加钱，林家亲戚都是贪钱不要命的主，如果不是玉芝兰用了点手段查到顾和找了他们，说不定我现在就躺在医院了。录音播完，顾和一下惶恐地瘫坐在地，空气静置了会。顾和哭着扑过去抱住妈的大腿，妈，我错了，不要让我去非洲，那里又穷又脏，还缺水，什么都没有，去那里我会死的。妈掰开他的手，红着眼偏过头去不看他，他失了会神，又转过身去向顾海怀哭求。顾海怀这次低头看他，动了动唇，苦笑说，和，那里挺好的，不像你说的那样，再说了，还有我和你去。顾和拼命地摇头，不，我才不要和你去那个地方。二哥，你和爸妈求情，你替我去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听着顾和的话，顾海怀滞了一瞬，好似第一次看清顾和的真面目，张着嘴没说话。见顾海怀不帮他说话，他癫狂地笑了起来，然后突然恶狠狠地扑向我，一把掐住我脖子。林宇卓，都怪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还是顾家千金。我心沉到了底，结果还没等我动作，大姐快步上前掰开他手，干净利落地把他翻身摔倒在地。爸妈赶紧上前来询问我的伤势，我摇摇头说没事。妈当即冷下声，低头看着顾和，宇卓就算回来了，我还是一样把你当女儿看待，不存在他来了，你就不是顾家的人，一直以来都是你针对他，是你自己做到今天这一步的。顾和翻身趴在地上，头发散乱开来，一脸疯狂地嗤笑说，我不信你自己的亲女儿回来了，你还把我当女儿吗？你们只会把我踢开。妈大概没想到他是这么想的，眼角泛出了泪，但很快抬手抹去了。宇卓，他的去留你决定。我摸了摸脖子，冷笑了。刚才他看着我的眼里有杀意，先前念着爸妈对他还有感情上，
我不追究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。他不是想要回林家千金的身份吗？那就还给他。顾和和，你不用去非洲了。我话刚说完，顾和和脸上一喜，你还是永远离开顾家吧。我望着他，冷冷地说。他微微一愣，脸上有些害怕地喊了声爸。爸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最后还是别过了头。老头子眼里泛着泪，眼底全是恨铁不成钢的痛苦挣扎，但还是选择没说话。大姐和妈也选择了沉默，只有顾海怀有些不忍地想说话，被我一个眼神顶回去了。顾和和见状，趴在地上歇斯底里的嚎哭。几天后，顾海怀去了非洲，顾和和没了顾家的千金的身份，又被收回了顾家给予的一切。他想着去求助以前那些朋友，结果却被极尽嘲弄讽刺。听说他从朋友那里出来时，一身臭味，浑身都湿透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我买彩票中了1个亿，10几年没见的远房亲戚上门，想要把他儿子的户口落在我家。他儿子叫嚣道：“你们家只有1个闺女，家里那么多钱，还不如都给我。”清晨，我被门外的谈话声吵醒，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扫把，以为家里进贼了。可下一秒我就傻眼了，只见沙发上坐着一对陌生的母子。我想到自从买彩票中奖后，有不少人为了借钱整日里上门拜访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只当他们也是要来借钱的人。见我出来，父母热情地向我介绍来人：“这是你远房表姑，你刚出生的时候还抱过你呢。这是你表姑的儿子沈国柱。”我规矩地站在一旁，朝他们打了声招呼，但心里却十分讶异。从前父母从不会向我过多介绍亲戚。表姑冷哼了一声，算是应下了。随后她迫不及待地开口道：“听说你们家中大奖了，真的假的？”我心下了然，暗暗朝父母使了个眼色。父母对视了一眼之后，有些犹豫地说道：“随便买的彩票，也没中什么大奖。上个星期我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路边的彩票店，心血来潮就去里面买了几注。前几天开奖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中了1个亿，我立即找来了父母分享这一好消息。我们当即决定第2天就去兑奖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可谁知就是在兑奖的途中，有记者得到了消息前来采访我。哪怕在我的再三拒绝之下，他们还是将我的照片放在了报纸上。随之而来的，我们全家都收到了来自各种各样的人借钱的信息。为了防止再被骚扰，我们决定不管谁再来问，都说这只是一场乌龙。表姑当即十分失望，她站起身来，细细地打量着我家。虽然你们家比较寒酸吧，但是打扫一下，我们也勉强能在这里住下。我皱眉：“表姑，如果你们想在这里住几天，我可以帮你们订酒店。”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一个女儿家也配安排我？也不是我说你，没看到我和你表哥都在吗？还不赶紧去给我们准备点吃的。”这个点，我儿媳都给我们全家做完饭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父母竟丝毫没有生气的迹象，反而是一个劲的附和。小敏都让我们给惯坏了，等下我们就好好教育他。我的心瞬间凉了大半。我反驳道：“你们是没手还是没脚？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等着别人做饭？要我说，这不是去你们家当媳妇，是去你们家当老妈子了。”表姑被我气得面色铁青，她愤恨地盯着我说道：“我是你的长辈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”我假装没看到父母朝我使眼色，继续说道：“这里哪有什么长辈？我只能看到为老不尊的人在这里乱吠。”怕我继续说话刺激表姑，母亲连忙将我拽到了房间里。她有些严肃地说道：“你不能这么跟你表姑说话，她是你的长辈。”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母亲，不明白刚刚我都被那样侮辱了，她居然还能向着外人。见我不吭声，她叹了口气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其实你表姑人并不坏，只是前几年她老公染上了赌博，他们家欠了外面几十万。从那以后，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当年我和你爸有一段时间差点露宿街头，所有的亲戚都对我们避之不及，唯独你表姑肯接济我们。
这才让我们渡过了难关。见母亲如此恳切，我不情不愿地点点头。如果她能好好说话，我没问题。等我们出房间的时候，桌上俨然一副其乐融融的氛围。正当我想缩在一旁当个鹌鹑的时候，表姑又带着施舍的口吻说道：“我打算把我儿子的户口迁到你们家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们全家都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他。父亲略微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：“表姐，你是在说笑吧？”表姑有些不屑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儿子不会花你们家钱的。再说了，反正你们家刚好是个闺女，迟早都是要嫁人的，生的孩子也是个外姓人。我吃点亏，就当把我儿子过继给你们了，你们说出去也有面子。”看着表姑一脸你们赚大了的表情，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没想到都3202年了，还有人信奉着重男轻女的概念。我上前一步，对着表姑说道：“表姑，您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您儿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，养不起了，想起我们家这个冤大头了。您怎么不干脆再多等2年，直接让我们全家给您儿子养老得了？”表姑被我说的心虚，但还是梗着脖子道：“我是看你们家连个传香火的都没有，好心把我儿子送过来。再说了，你们家就你一个闺女，放在我们那都是要被戳着脊梁骨骂的。”说完，见我父母犹豫，他直接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。难道你们忘了是谁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拉了你们家一把？真是好心当了驴肝肺，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家考虑，你们却让这个丫头片子这么羞辱我。这句话瞬间戳中了我父母的心坎。父亲有些犹豫地说道：“表姐，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商量一下。”见父亲松口，表姑立马眉开眼笑地从地上站起来：“都是一家人，我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，你们明天给我一个答复就行。”说完，他又带着命令的口吻冲着我说道：“我饿了，你去给我买点好吃的回来。”父母怕我们又吵起来，他们连忙答应了下来，一起出门去买菜了。至于沈国柱，从刚刚一进门来就坐下打游戏，现在一听有好吃的，立马两眼放光地抬起头来。我往房间走去，不想再看到这两人。表姑将2个类似于垃圾袋的东西丢到我的面前，去给我们收拾房间。闻到那里面散发着恶臭的气味，我不由得捏紧了鼻子，后退2步。沈国柱站起身，用着色眯眯的眼神打量着我，说道：“表妹看着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没干过家务活。”表姑若有所思地看向我，良久后，她缓缓说道：“反正早晚都是一家人，让他给你生个儿子，到时候他们家的钱不全都是你的了吗？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就算他不愿意，也得嫁给你。”沈国柱点点头，笑得一脸狰狞地走向我。当初我家那婆娘就是这么嫁给我的，表妹你们到时候就一起做个伴吧。眼看沈国柱想用他那双泛着黄色的指甲盖的手摸向我的脸，我连忙向后退去。我冷笑道：“你敢在我家这么对我，我爸妈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见我退无可退，沈国柱一把上前抓住了我，他狞笑道：“到时候就是一家人了，岳父岳母怎么会怪我呢？我们可是亲戚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”我强忍着恶心说道。表姑不屑地说道：“谁跟你们家是亲戚？你爸爸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孤儿，也配跟我们扯上关系？”我心中大骇，没想到家里还有这样一段陈年旧事，难怪每次去到爷爷家里，他总是对我们爱答不理的。时间长了，两家的走动也慢慢变得少了起来。表姑见我挣扎，在一旁讥讽道：“装什么？穿得这么露，不就是想来勾引我儿子的吗？”趁两人说话的间隙，我瞅准时机，狠狠地咬向沈国柱的胳膊。沈国柱一阵刺痛，一下子将我推倒在地。他气愤地看向我：“你这是找死！”楼下此时也传来了警笛声。我趁机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，指向他们：“你还是想想等下怎么跟警察交代吧。”这时，出门买菜的父母也赶了回来，他们望着满地的狼藉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表姑心一横，干脆直接跪在地上哭道：“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
你们女儿可真是个心狠的，趁你们出门之后就想着把我们给赶走。我们不愿意，这还想拿刀把我们都给杀了。父母自然不相信我会这么鲁莽，他们用探寻的眼神看向我。他撺掇沈国柱强奸我，我偷偷报警了。父亲震惊地看向表姑。这些年我们家对你们的接济还少吗？你们居然想这么对我女儿！父亲抢过我手上的刀，就要朝沈国柱身上砍去，幸好我眼疾手快地拦下了他。为了这种人，不值当。表姑见事情败露，便也不再伪装，因为愤怒，她的脸都已经扭曲变形。你们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上每年给的那仨瓜俩枣都不够打发要饭的。你们报警了又怎么样？反正你们又没有证据，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被放出来。沈国柱也叫嚣道：“反正你们家只有一个闺女，存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还不如都给我。”我拿起水果刀横在他的脖子上，沈国柱瞬间失了声。看着沈国柱小便失禁，我嘲讽道：“拿出你刚才说话的狠劲啊！这么怂还敢学别人放狠话？要钱可以呀，等你家户口本上的人都死光了，我施舍点钱给你。”说完，我又笑眯眯地看向表姑。现在我确实没证据，也没办法给你们定罪，但也足够给你儿子备案了，让你儿子从此多了个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你儿子永远只能背朝黄土去种地，你们家这一辈子都是穷人的命。表姑瞪大双眼，伸手就想要过来掐我的脖子。这一幕正好被上楼的警察看到，他们连忙拉住了表姑。我装作有些害怕的样子说道：“这家人知道我们家中了大奖，上门索财不成就想要害命。警察叔叔，你们可要好好调查。我怀疑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干了。”警察听到和命案可能有关系之后，郑重地向我表示一定会彻查，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沈国柱愤愤道：“你们没看到是这个女人手里拿着刀吗？是她想要杀了我们。”警察有些无语：“你们上人家家里来要钱，还要动手，人家姑娘只是正当防卫。”表姑一句话都没说，怨恨地看着我。离开时用口型说：“你给我等着。”表姑一家被带走后，父亲仿佛苍老了10岁，他有些愧疚地说道：“如果不是我记挂那些恩情，你今天也不会遇到这种事。”我摇摇头，眼下这件事情还不是首要的，重要的是再过几天，表姑一家被放出来，第一个要找上门的肯定是我们家。我看向父亲，有些冷静地说道：“爸，你不觉得表姑一家很奇怪吗？表姑一家住在离我们几千公里外的山村里，他们那里通讯设备又不发达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家中奖的？从刚才我观察表姑的打扮来看，她穿的一直都是几十年以前的款式，用的手机也是二手市场淘汰下来的翻盖手机。在信息如此落后的情况下，她是如何准确来到我们家，并且对我们的事情了如指掌的呢？那就是我们家一直都活在她的眼皮子底下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。原本我以为表姑是为了彩票中奖的事过来的，但她似乎又并不执着于这个，反而一直在一个劲地强调要把沈国柱的户口迁到我们家。这就说明在她的心里，迁户口是最重要的。父亲有些疑惑，可是我们家的户口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们家这边也不是学区房，这也是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。如果他们是为了彩票来的，还情有可原。但现在，我猛地抬起头看向父亲：“爸，爷爷有跟你说过你的身世吗？”父亲见我坚持，只好叹口气，说起往事。小时候因为得不到重视，我做过很多蠢事，想要吸引父母的注意。有一天，我趴在他们窗户边，偷听到了我其实是被人遗弃的。渐渐的也就老实了。这些事情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也就不好再瞒着你了。见父亲情绪低落，母亲上前握住了他的手。我的脑海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但是这一切还需要被证实。于是我看向父亲：“爸，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？”当晚，我们一起坐上了回老家的车。
经过了一天一夜的颠簸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处小山村。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致，我的心情变得压抑了起来。这处地方带给我的回忆并不算美好。每年回来过年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待宰羔羊。与父亲相熟的一位老人走向前，他用浑浊的眼神看了我们许久，直到看得我心里发毛，他才开口说道：“你们不该回来的。”说完，他摇摇头，转身离开了。我和父亲对视一眼，更加确信了来的这一趟凶险无比。下一秒，我脸上挂起甜甜的笑容，伸手揽向父亲：“走吧，去爷爷家。”院落里挂上了红灯笼，墙上也贴满了喜字，这一切都彰显着欢乐的气氛。可与之形成对比的，则是空无一人的房子。看着桌子上摆满的酒肴，我明白这场宴席只是中途因为一些原因被迫终止了。听到地窖里传来声响，我正想上前查看的时候，有人叫住了我：“哟，这是哪家的小丫头片子？长得还挺水灵的，付费截断。”我皱眉看向来人，发现竟是村长家的儿子，此时正喝得醉醺醺地看向我。他笑得一脸不怀好意：“进了这个村子，你可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”没等他说完，一道威严的声音打断了他：“铁柱，这是你阿敏妹妹。我看你真是喝糊涂了。”我本想趁着他喝醉的时候套出点话，没想到人来的竟然如此快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四周，看来这里时时刻刻都有人在盯着。想到这，我扬起笑容看向来人：“村长爷爷，你们都去哪里了？”村长并没有理我，反而是和父亲攀谈起来。在这个村子里，男人们都不屑于和女人说话，只把女人当成最下等的奴隶。反而是铁柱笑呵呵地过来跟我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爷爷要娶新媳妇了，他们去接人了。”我和父亲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不可置信。这话可不能胡说，我妈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父亲沉声道。村长瞪了铁柱一眼，随即说道：“他说的没错，是你爸要那新媳妇了。你妈上个月不小心从山上摔死了，家里毕竟不能没有女主人，所以我们给你爸找了个新媳妇。”我在心里冷笑，究竟是不能没有女主人，还是不能没有丫鬟？在我对这个山村有印象以来，每家每户的女人永远都在干活，一旦发现他们在休息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男人们的咒骂和毒打。不远处传来男人们的谈话声，村长带着父亲去门口等着，我随意找了处大树下等着。铁柱带着一身的酒臭味跟在我的身后，他笑得猥琐：“阿敏妹妹，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不如干脆今天双喜临门好了。”说完，他就朝我扑来，我闪了个身，让他扑个空，然后顺势一脚将他踹翻在地。我厌恶地看向地上疼得满地打滚的男人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子。男人们听到声响，连忙朝我这边跑来，见我搬起凳子就想朝铁柱砸去，村长连忙拦住了我：“敏丫头，你想干什么？”我神情激动道：“他想轻薄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”见我神情越来越激动，父亲上前来一掌打晕了我。在昏迷前，我听到父亲得意地说道：“可算让我把这个小妮子给骗回来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赶紧让他和铁柱入洞房，这样就不怕他跑了。”父亲居然是和他们一伙的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。我被人捆绑住了手脚，扔在昏床上。正当我挣扎的想要起身的时候，父亲推开了房门。我冷眼看向他：“他们毁了你原本的生活，你居然还和他们同流合污。”父亲，也就是苏大强，他神情激动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恨他们吗？可我早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。你以为我还能全身而退吗？怪不得父亲经常出差，原来是来村庄里参与人口买卖了。怪不得父母经常背着我谈话，有很多事情都瞒着我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只要有你的存在，我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了。”见我疑惑，苏大强决定让我做个明白鬼：“其实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是首富的女儿。
你以为那1个亿真是你中奖得来的吗？那其实都是我们找你那个有钱的老爸勒索的。我们原本以为你能值个几百万就够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值钱。我的心渐渐冷了下去。所以沈国柱那件事也是你们安排的？苏大强有些鄙夷地开口道。没想到他这么没用，事情没干成就算了，居然还被弄进了警局。我想起当时父母一反常态地将我和沈国柱放在一个房间里，他们明明知道当时我们已经有了嫌隙，更别说沈国柱的男性力量可以轻松压制我。难怪警笛声一响，父母立马就回来了，但却两手空空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故意的。苏大强得意地看向我：“你不是自诩你这个大学生比我们聪明吗？不还是被我们这种没上过学的人耍得团团转？你现在就在这里乖乖地等着晚上嫁给铁柱吧。”看着苏大强离开的背影，我捏紧了手腕上的银手镯。傍晚，喝得烂醉的铁柱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，他笑得猥琐地看向我：“到最后，你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了？”正当他想进一步的时候，我掏出事先准备刀子横在他的脖子上，见有几分血丝涌出，铁柱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但他依然嘴硬道：“就算你现在抓住了我也没用，村里的人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冷笑，我自知以我的身份，村里的人根本不敢真的伤害我，毕竟一旦我死了，他们梦寐以求的无尽财富也就没了。没有人愿意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我在刀子上加重了几分力度，铁柱果然支撑不住了。他求饶道：“姐，你是我姐，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能告诉你。之前分到你们家的那个叫小月的女孩，她是怎么死的？”见铁柱支支吾吾不肯说，我直接用刀划开了他的手臂。再不说，下一个就是你的脖子了。铁柱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疯。她颤抖地捂住受伤的胳膊，她怀孕难产死的，孩子是谁的？见铁柱心虚地说不出话来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结果。我闭上眼，脑海里全都是小月的音容笑貌。小月死的那年，不过才15岁。铁柱见我分神，想要起身将我钳制住，我面无表情地捅向铁柱：“你这种渣子，早该死了。”其实我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。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首富就曾偷偷派人找到了我，他想将我接走，但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小月才是。当年我和小月都被拐卖到了这处山村，因为年龄相仿，我们相熟了起来。我们也曾一起逃跑过，但无一例外都被抓了回来。后来小月被村长家选走，母亲因为常年生不出孩子，选了我。分别前，小月将银手镯交给了我：“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”少女坚毅的表情时常会闯入我的梦里，因为相隔太远，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书信往来。可是直到我考上高中的那年，小月的信我却再没收到过。苏大强曾找我谈过话：“小敏，你要知道，最爱你的人永远都是你的父母。”我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但面上还是强颜欢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也最爱爸爸妈妈了。”我曾暗中打听过小月的消息，可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消失了。等我再得到小月消息的时候，是首富一家凭借银手镯找到我。他知道我一直都在寻找小月的下落。看到染有血迹的信时，我胸膛中的愤怒几乎要将我整个人燃烧掉。可生气过后，我又开始迷茫。我不知道我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。首富问我：“你想帮他复仇吗？”我当然想。我恨透了这群毁了我生活的恶魔。于是我在首富的运作下，来到了警校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在刻苦训练，只为了有一天能为小月亲手报仇。后来，我得知了苏大强想要将我卖掉，换取高额彩礼。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我让首富放出了他正在寻找女儿的消息。当我注意到他若有所思地看向我的手镯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上钩了。看向窗外，月亮早已高高挂起。夜晚往往能掩盖住很多罪恶的发生。院子里喝酒的男人并不多，
村子里有一半的男人都跑去了苏大强家里喝喜酒，多么讽刺！70岁的山村孤寡老头要娶一位妙龄的花季少女，不过他们的算盘注定会是一场空。外面的声音逐渐变得嘈杂起来，都别喝酒了，苏大强家里出事了。那个女的看着柔柔弱弱的，居然是个条子。他们家现在全都乱成一锅粥里，快跟我过去帮忙！男人们的酒意尚未完全消散，只能迷迷糊糊地跟着大部队向外走去。村长注意到了婚房的不对劲，连忙叫住了所有人。从刚刚铁柱进去之后，婚房里一点声音都没传出来过。你们两个进去看看。下一秒，这2个男人被我从房间里给踹了出去。所有人惊讶地看向我，不明白我现在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厉害。村长看到倒在血泊里的铁柱，惊叫了一声：“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给我儿子偿命！”我冷笑着说道：“你儿子无辜，那被你们拐卖来的女性就不无辜吗？被你和铁柱强奸致死的小月，她就不无辜吗？她才15岁，你们真是畜生！”说到最后，我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，我冲上前，和男人们厮打在一起。深夜，山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。村长指着我，瞪大了双眼：“你才是那个恶魔！”话还没说完，就断了气。一个身穿婚服的女人走到院子里，她皱着眉看向我：“你怎么把人全都给杀死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”来人正是我的同事，女警小叶。她伪装成迷路的女大学生，被人拐卖来到了这处村庄。我们原本打算里应外合，一起让这些人伏法，反正你那边的人还活着就够了。正好我也还有些事想要问问苏大强，我示意小叶出去帮我盯梢，我有些私事要和苏大强谈谈。他有些怀疑地看向我：“我知道他对你有10几年的养育之恩，可你不能在这件事上面犯糊涂。”笑话，他居然以为我会放过苏大强。我明明恨不能让他立马下地狱。我把玩着手上的刀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接下来我问你的每一件事，我希望你都能如实回答，不然你的下场，我可不敢保证。我问你，那个首富是不是你们的幕后主使？”苏大强的手抖了一下，虽然很轻微，但还是被我发现了。他故作镇定道：“他不是你父亲吗？怎么可能会是我们老板？”原本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自从踏进村庄后，这一切都进展得太顺利了。除非有人暗中操控着这一切，否则仅凭我和小叶，又怎会击倒了所有的村民？而和这一切有着紧密关联的人，除了首富，再没第2个人。其实我一直都有个疑惑，既然首富能拿到小月的信，那他怎么会不知道小月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？既然他有能力做这么多事，那他怎么会这么晚才找到我？而且他既然知道了你们的确切位置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来，而不是选择报警？我微笑地看着苏大强愈发苍白的脸，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他需要我来做这一切。我设想过，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件事，顺利地完成任务，我可能会在首富的运作下平步青云，在警局担任着不大不小的职位。可是这一切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除非这个职位能够帮他掩盖住一些事情，一些足够能让他坐穿牢底的事情。事到如今，苏大强还在嘴硬道：“这些不过都是你的猜测，你没有证据。”我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有些冷淡道：“这些是不是假的？你跟我回一趟警局就知道了。首富早就在警局等候你们多时了。”审讯室，我脱掉了湿漉漉的外套，微笑着看向前面正襟危坐的男人：“首富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没留给他开口的机会，我又继续道：“当年其实你最先找到的是小月吧？只是那个时候她怀孕了，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所以你想到了一直在和她保持联络的我。你知道我痛恨那个村庄里的一切，如果再加上小月的死，你确信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替小月报仇？”首富笑了笑，依旧面不改色，说：“到底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你的猜测，你并没有证据。”在我的律师来到之前，我拒绝回答。我耸耸肩，
从口袋里掏出来了一封信。你确实很厉害，没露出一点破绽，你的手下也不敢把你给供出来。可你唯独忘记了一个人，小月。我和小月之所以能在贫困的山村每年都能保持书信往来，是因为那些信从未离开过村庄。我们约定只将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，埋在梨花树下，这样每当我过年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相互交换信件。你之前给我的那封沾有血迹的信，是你找人仿写的吧？我和小月为了怕人发现，从不敢将信上的内容写得过于明显。可那一封信却是清清楚楚陈列了村庄中所有人的罪行，恨意跃然纸上。看完这封信后，我确实想要直接去找那些人报仇。可当我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发现这封信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。如果当时小月真的怀孕了，村长家根本不可能会让她有时间写信，更别说是那么长的一封控诉信了。但我当时只以为是村庄里的人骗了首富，没想到是他们联合起来做的局。你们当年始终捉摸不透我是如何和小月保持信件往来的，但当时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所以只好找了人随便模仿了小月的字迹。殊不知，这就是你们最大的破绽。首富的神情逐渐严肃了起来。你确实很聪明，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的话，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。可惜，就算你发现了这一切，依旧不能作为我定罪的证据。我笑了笑，这确实不能直接作为给你定罪的证据。但你觉得我谋划到今天，只是因为这几封信，这一点猜测吗？我将桌子上的文件夹递给了首富，我挑眉道：“看看吧，这都是这些年我对你的调查。自从开始怀疑首富后，我就开始了暗中对他的调查。我发现他是干食品发家的，但那还不足以支撑公司的发展。20年前，因为你偿还不起银行的贷款，公司险些倒闭。可第二天，你马上就拿出了100万偿还贷款。这笔钱财的来源始终是个谜团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首富的反应，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挺好的，直到现在也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我不慌不忙地倚在桌子上，准备放出最后的大招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前几天你的老婆孩子移民到国外了吧？很可惜的是，我们的海关人员已经将他们安置在了酒店里。男人脸上的笑容差点维持不住。我的律师马上就要来了，在他来之前，我不会再说任何一句话了。苏警官，你的如意算盘可能要落空了。以上就是1年前震惊全省最大的人口拐卖案件所有细节了。你们有什么疑惑，可以问我。我合上手上的教案书，微笑着看向台下坐满了的学生。一个男生迅速地举起手，充满好奇地问我：“老师，那后来那个坏人被抓住了吗？他们全都绳之以法了吗？”我笑着点点头，至少在目前，和这个案件的相关人员现在都在监狱里服刑。又有一位女生疑惑地问我：“老师，那位苏警官，他真的是个好人吗？”下课铃正好响起，但教室里的人并没有人着急离开，他们都在翘首以盼我的答案。我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似是而非道：“你们要明白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灰色地带。这个案件里并没有一位纯粹的好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，这些私心可能游离在法律的边缘，我们永远都不能踏出那一步。”下课后，学生们似懂非懂地相互讨论着离开了。显然我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无限遐想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刚刚提问的女生有些犹豫地看向我：“老师，那您知道那位苏警官后来干什么去了吗？”我笑着摇摇头。自从这个案件完结后，那位警官就辞去了在警局里的工作，也许现在在某个穷乡僻壤教书也说不准。等全部的人都离开了之后，从课上一直趴在桌上睡觉的女生走到了我的面前：“这还是你第一次在这个案件上谈论这么多。”我不可置否，可能我真的上了年纪吧，越来越爱念叨从前的这些事了。窗外的风微微吹起女生胸前抱着的书，吹起书中的一角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：
小月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